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崩于长乐宫，太子刘盈继位为汉惠帝。随着地位更迭，吕雉以皇太后之尊步入了西汉王朝的权力中枢。此时的汉帝国正立于历史的危崖，历经秦末动荡与楚汉烽火，天下疲弊，人口从战国末期的2000万骤降至1300万，田园荒芜，民生凋敝。朝堂之上，功勋旧臣手握重兵，各怀心思。刘氏宗室表面臣服，实则对至尊之位虎视眈眈；而北疆之外，匈奴虽自白登之围后暂敛兵锋，却仍如悬顶之箭，时时南下劫掠。此时的吕雉早已不是昔日沛县乡间躬耕劳作的寻常妇人。2年楚营囚徒生涯锤炼了他的意志，与戚夫人争夺楚魏的生死博弈磨砺了他的权谋，参与诛除韩信、彭越等开国功臣，更让他彻悟权力的残酷本质。当刘邦驾崩留下的权位真空骤然显现，他所承接的不仅是皇太后的尊荣，更是在男性主导的权斗场中重塑秩序，于乱世余烬里稳固江山的历史使命。从此，他将以铁腕扫清权力倒账，以务实政策匡扶苍生，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统治者。而其功过是非，跨越2000载时光，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激荡未息。稳住朝堂核心权力后，吕雉首先将目光转向了刘邦留下的后宫，这里不仅是情感纠葛的场所，更是潜在的权力隐患。他对后宫妃嫔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置方式。那些曾受刘邦宠幸的妃子，尤其是戚夫人，因多年来的争宠与楚魏之争，早已让吕雉积怨深重。他下令将这些人全部囚禁在永巷，严禁出宫半步。而薄姬因极少得到刘邦召见，与吕雉无甚过节，得以破例获准跟随儿子刘恒前往代国，成为代王太后。在所有被囚禁的妃嫔中，戚夫人的下场最为凄惨。吕雉下令剃去她的秀发，以铁圈锁颈，强令其身着赭色醉衣，在永巷中日复一日的舂米劳作。身陷绝境的戚夫人却仍未放弃希望，将满腔悲愤寄托于冲歌，在劳作时悲声吟唱：子为王，母为虏，终日冲薄暮，常与死为伍。乡里3000里，当谁是高如？他渴望千里之外的儿子刘如意能知晓母亲的苦难，期盼有朝一日能报仇雪恨。但这充满怨怼的歌声传入吕雉耳中，却如同挑战的号角，彻底点燃了他斩草除根的杀意。他绝不容许任何潜在的威胁死灰复燃，随即颁下诏令，征召赵王刘如意入京。当时辅佐刘如意的是曾坚决反对刘邦废太子的老臣周昌。周昌深知吕雉召赵王入京的真实意图，3次以赵王年幼、身体不适为由，强行阻拦。吕雉见周昌从中作梗，便改变策略，先下诏将周昌召至长安。周昌身为臣子，不敢抗旨，只得被迫离开赵国。周昌一走，失去庇护的刘如意再无推辞的凭借，只能无奈启程前往长安。汉惠帝刘盈仁厚，深知母亲杀意，担忧弟弟安危，特意亲至坝上迎接，将刘如意接入宫中，与自己同食同寝，寸步不离，让吕雉迟迟找不到下手之机。然而刘盈的庇护终究未能持久。同年12月的一个清晨，刘盈早起外出涉猎，见刘如意仍在熟睡，不忍唤醒，以为短暂分别无妨。正是这片刻的疏漏，给了吕雉可乘之机。他得知刘盈离宫，
立即遣人携毒酒赶往刘如意住处。年幼的赵王不察有诈，在宦官的催促下饮鸩身亡。待刘盈归来，面对的已是弟弟冰冷的尸身。刘如意死后，吕雉改封淮阳王刘友为赵王，而始终未能保全赵王的周昌自此心怀愧疚，称病不朝，不过数年便抑郁而终。除掉刘如意这个最大的隐患后，吕雉对戚夫人的报复彻底失去了克制，其残酷程度突破了当时政治斗争的伦理边界。他下令将戚夫人的手脚砍断，挖去双眼，熏聋双耳，毒哑喉咙。做完这一切，吕雉还将这个失去四肢、不能视听、无法言语的人扔进茅厕，甚至给他起了个侮辱性的名字——人彘，以为人诛。几天后，吕雉特意派人去叫汉惠帝刘盈前来观看。刘盈得知眼前这个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怪物，就是曾经容貌艳丽、深得刘邦宠爱的戚夫人时，刘盈当场吓得浑身发抖，痛哭失声。他踉跄着后退几步，不敢再看，对着吕雉绝望地说：“此非人所为，臣为您的儿子，终不能治理天下。”这句话不仅是对眼前惨状的控诉，更是他对这个残酷世界的彻底绝望。在那一刻，他亲眼见证了权力如何将人异化为非人，亲身体会到政治斗争如何践踏最后的人伦底线。这个认知如同一把利刃，彻底斩断了他治国理政的最后一丝信念。从此，那个曾经心怀仁政理想的年轻帝王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借酒浇愁，在声色中麻痹自己的傀儡皇帝。而西汉的朝政大权也自此毫无悬念地完全落入了吕雉手中。这场人质惨剧远非吕雉个人积怨的简单爆发，更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极端政治威慑。他要摧毁的不仅是戚夫人的肉体，更是所有潜在挑战者的心理防线。通过彻底剥夺戚夫人作为人的尊严与存在，向刘氏宗室、功臣元老乃至后宫所有人昭示，任何试图挑战他权威的行为，最终都会招致这种最恐怖、最彻底的毁灭。可吕雉没想到，这场威慑的代价远超预期。短期内，朝野确实因恐惧而晋升，但这种超越人性底线的残忍，也让他的政治声誉彻底崩塌。在后世儒家史学传统中，他始终被钉在毒妇的耻辱柱上。权力稳固后，吕雉对刘氏宗室的警惕丝毫未减，哪怕是刘邦的庶长子齐王刘肥，也在不经意间卷入了危机。公元前193年，齐王刘肥前往长安朝见，刘盈在宫中设宴款待刘肥。因刘肥是自己的庶长兄，刘盈便抛开君臣礼节，按照民间家人相处的规矩，让刘肥坐在上首的位置。这一幕恰好被吕雉看到，他心中顿时生出不满。在他眼中，刘盈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即便刘肥是兄长，也绝不能有任何逾越君臣之礼的举动。但吕雉没有当场发作，而是不动声色地命人端来2杯鸩酒，放在刘肥面前，假意笑着让刘肥起身向自己敬酒。刘肥毫无察觉，刚要伸手端起酒杯，一旁的刘盈见状，也连忙起身端起另一杯酒，想要陪刘肥一起向吕雉敬酒。吕雉见状大惊，生怕毒酒被刘盈误喝，情急之下伸手打翻了刘盈手中的酒杯。刘肥见吕雉反应异常，心中顿时起了疑心，再也不敢碰手中的酒，只能假装醉酒，匆匆离席避开。回到齐王府邸后，刘肥赶紧派人打听，才得知那2杯酒竟是剧毒的鸩酒，心中瞬间充满恐惧，担心自己再也无法活着离开长安。就在他焦虑不安、无计可施之际，有人向他献上一计，说道：太后如今最看重的人
只有皇帝和鲁元公主。大王您坐拥70多座城池，而鲁元公主只有几座食邑。若您能主动献出一座郡给太后，作为鲁元公主的汤沐邑，再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将鲁元公主的地位抬至与自己母亲同等，太后必定会龙颜大悦，你也就能化解此次危机了。刘肥别无选择，按照建议，派人向吕雉上奏，请求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并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吕雉收到奏请后，果然十分高兴，立即答应了刘肥的请求，还特意亲自前往齐王府邸设宴款待他。宴会上，吕雉对刘肥态度和善，绝口不提之前的不快。宴会结束后，吕雉便允许刘肥返回齐国，刘肥这才惊险地从长安脱身，保住了性命与封国。与此同时，吕雉也在以更隐蔽的方式巩固权力，通过操控皇室血脉与储位传承，将皇权牢牢绑定在吕氏势力范围内。公元前192年，为了实现亲上加亲的政治联姻，同时进一步掌控皇权，吕雉不顾旧生成婚的伦理争议，强行将自己的外孙女鲁元公主之女张氏立为汉惠帝的皇后。他满心期待张皇后能为刘盈生下皇子，以确保皇位传承符合自己的掌控。可张皇后年纪尚幼，始终未能怀孕。为了填补储位空缺，继续操纵皇权，吕雉想出了一个荒唐且残酷的办法。他暗中挑选一位后宫美人，安排其侍奉汉惠帝，待美人怀孕后，便将其严密看管，隔绝与外界的联系。等到美人生下儿子，吕雉立即派人将美人秘密处死，随后对外宣称这个孩子是张皇后所生，并正式将其册立为太子。汉惠帝虽清楚这一切的真相，却因性格软弱，再加上对吕雉的深深畏惧，始终不敢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操纵皇室血脉，改写储位传承的事实。就在吕雉精心编织的继承网络初具雏形之时，他赖以维系权力的核心儿子刘盈的生命却在急速流逝。这位年轻的皇帝自人质事件后便一蹶不振，长期沉溺酒色的生活让他本就脆弱的身心更加不堪重负。公元前188年秋季8月，汉惠帝刘盈在未央宫病逝，年仅24岁。刘盈的去世让吕雉陷入了复杂的情绪漩涡。一方面，刘盈是他唯一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刘盈的离世也意味着他失去了掌控皇权的傀儡，必须立刻重新规划权力布局，应对潜在的权力真空危机。在刘盈的发丧仪式上，吕雉虽刻意表现出悲伤的姿态，眼眶却始终没有流下眼泪。这反常的一幕让朝中大臣们暗自疑惑。此时，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年仅15岁，担任侍中一职，却敏锐地看穿了吕雉的心思。他找到丞相陈平直言，太后只有皇帝这一个儿子，如今皇帝去世，太后却只是干哭而不流露真切悲痛，您知道其中的缘由吗？陈平不解地追问原因。张辟强解释道，皇帝没有成年的子嗣，太后真正担心的是你们这些跟随高帝打天下的老臣会趁机夺权。如果您能主动上奏，请求太后任命吕氏子弟担任将军，统领长安的南北二军，再让吕氏族人进入宫中担任重要官职，全面掌握朝廷大权，这样太后就会安心，你们这些老臣也就能够幸免于祸了。陈平深知吕雉的狠力与权术，也明白此时与吕雉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果断按照张辟强的建议，向吕雉上奏，请求任命吕氏子弟掌控军权与政权。吕雉见陈平如此识时务，正中自己下怀，
心中大喜，立即批准了奏请，任命吕台为卫将军，统领北军，任命吕产为车骑将军，掌控南军，同时让吕禄等吕氏子弟担任郎中令、卫尉等宫中要职，全面掌控皇宫宿卫与朝政决策。从此，吕氏家族正式掌控了西汉的军政大权，朝廷中的重要职位几乎被吕氏子弟垄断。在妥善安排好权力布局后，吕雉才在刘盈的灵前放声痛哭，真切的悲伤终于得以流露。汉惠帝去世后，吕雉立此前由张皇后认养的太子为帝，史称前少帝。由于前少帝年幼，无法亲理朝政，吕雉便开始临朝称制，正式开启了他独掌皇权的统治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从这一年开始以高后纪年，并将其事迹列入本纪。在男权至上的古代社会，这不仅是对吕雉实际统治地位的官方认可，更足以证明他在西汉历史上的特殊分量，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以女性身份真正掌控王朝命脉的统治者。临朝称制后，吕雉并未满足于现有权力，而是开始谋划将吕氏势力渗透到宗室分封体系中，这是巩固权力的关键一步，却也直接触碰了刘邦当年定下的政治底线。他深知刘邦当年与大臣们订立的白马之盟，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这一盟约是阻止吕氏封王的最大障碍。因此，在正式推行计划前，吕雉特意召集朝中大臣商议，实则是试探众人的态度。右丞相王陵性格耿直，毫无顾忌地站出来反对，认为此举违背了高帝的盟约，绝不可行。这个态度直接戳中吕雉的顾虑，他当场面露不悦。而左丞相陈平和将后周勃则早已看透吕雉的意图，他们深知此时硬抗只会招致祸患，为了保全自身以图后续，也为了暂时稳定朝局，两人顺着吕雉的心意回应。高帝平定天下后，分封刘氏子弟为王，如今太后临朝称制，掌控朝政，分封吕氏子弟为王，同样合情合理，没什么不可以的。听到陈平和周勃的支持，吕雉心中满意，对王陵的反对意见彻底置之不理。不久后，吕雉便以王陵不适合担任丞相为由，将他调任为前少帝的太傅，看似升了职，实则剥夺了他的丞相实权。王陵心中愤懑难平，索性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从此不再过问朝政。吕雉趁机调整相位，任命陈平为右丞相，同时提拔自己的亲信辟阳侯沈亦基为左丞相。调整完朝廷核心官员后，吕雉开始逐步推进吕氏封王计划。他首先追尊自己的父亲吕公为吕宣王，长兄吕泽为道武王，通过追封先祖与兄长，为吕氏子弟封王制造舆论基础，暗示吕氏家族有配享王爵的资格。随后分封正式落地，他先后分封吕氏家族10几人为王为侯。吕氏势力从中央渗透到地方，从军政要职延伸到宗室封地，达到了顶峰，形成了历史上吕氏擅权的局面。西汉政权的核心权力几乎完全被吕氏家族掌控。在通过分封扩大吕氏势力的同时，吕雉还想出了另一招巩固权力的策略——刘吕联姻。他打算将吕氏家族的女子逐一嫁给刘氏诸侯王，既能以亲属关系拉拢对方，又能借这些吕氏女子监视诸侯王的动向，可谓一箭双雕。具体布局中，他将吕禄的女儿嫁给朱虚侯刘璋，并让刘璋留在长安任职，便于直接掌控，把吕须的女儿许配给迎陵侯刘泽，还特意封刘泽为琅琊王，让他前往琅琊国就封，以此安抚并约束这位刘氏宗室，
又将吕产的女儿嫁给赵王刘辉，另选吕氏女子嫁给淮阳王刘友，甚至连年幼的后少帝刘弘，其皇后也是吕禄的女儿。吕雉满心以为，通过这种强迫性的联姻，能将刘氏与吕氏捆绑成利益共同体，确保吕氏权力长久延续。可事与愿违，这种违背个人意愿的政治联姻，不仅没起到拉拢作用，反而像一根刺扎在刘氏诸侯王心中。他们大多对吕雉的操控感到不满，表面上不敢反抗，暗地里却在积蓄力量，等待推翻吕氏统治的时机。吕雉精心编织的联姻网，反而成了激化刘吕矛盾的导火索。若说联姻是软手段，那吕雉对待政治对手的硬手段则向来狠戾无情。除了早年毒杀刘如意，迫害戚夫人，在他临朝称制期间，不少刘氏宗室子弟也惨遭毒手。前少帝便是其中之一。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得知自己的身世并非张皇后亲生母亲早已被吕雉杀害。年幼的孩子心中满是怨恨，曾私下对身边人说，太后杀了我母亲，等我长大一定要为母亲报仇。这句话很快传到吕雉耳中，他担心前少帝长大后真的会威胁自己的权利，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将前少帝废除，囚禁在永巷之中。不久后便派人将他秘密杀死。随后吕雉改立常山王刘义，后改名刘弘为帝，即后少帝。因后少帝同样年幼，吕雉得以继续临朝称制，朝廷大权始终牢牢握在他手中。前少帝的惨死不过是吕雉为巩固权力清除障碍的开始。在他眼中，任何可能威胁吕氏统治的刘氏宗室，无论年龄长幼、身份高低，都必须被彻底压制。而这种对刘氏宗室的残酷打压，并非只针对身居皇位的幼帝，那些手握封地、拥有潜在号召力的诸侯王也难逃他的清算。赵王刘友的遭遇同样印证了吕雉的冷酷。刘友被迫娶吕氏女为王后，却始终不喜欢这位妻子，反而宠爱其他姬妾。吕氏女心生嫉妒，直接跑到吕雉面前诬告刘友谋反，谎称刘友曾私下说吕氏族人凭什么称王，等太后去世，我一定要除掉吕氏所有人。吕雉听完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召刘友前往长安。刘友抵达后，吕雉直接将他囚禁在长安的府邸中，派人严密看守，严禁给刘友提供食物和水。刘友的臣子们于心不忍，偷偷给他送食物，却都被吕雉派人逮捕治罪。最终刘友在饥饿与绝望中死去，而吕雉仅以平民的礼节将他草草安葬。赵王刘友的悲剧尚未落幕，另一位刘氏宗室又被吕雉推入绝境。刘友死后，吕雉下旨改封梁王刘辉为赵王，同时延续刘吕联姻的策略，将吕产的女儿嫁给刘辉为新的赵王后。这位吕王后自是由吕雉撑腰，在赵王府中飞扬跋扈，不仅蛮横禁止刘辉与其他姬妾见面，还暗中安插人手，监视刘辉的一举一动，将赵王府变成了吕氏掌控的牢笼。刘辉本就对吕雉随意调换自己封地、强迫联姻的做法满心不满，如今连私人情感都被剥夺，心中积怨已深。更让他绝望的是，他心爱的一位姬妾竟被吕王后暗中派人毒死，这成了压垮刘辉的最后一根稻草。悲痛与绝望交织之下，刘辉深知自己无力反抗吕氏的压迫，最终选择了自杀，追随心爱的姬妾而去。《汉书·高武王传》中记载，刘辉自杀前曾创作歌诗4章，字里行间满是悲愤，还特意让人演唱。其中吕氏专权，迫我已死的句子，在赵国境内悄悄流传，成为他对吕氏统治的无声控诉。
吕王后得知此事后，为了逃脱罪责，抢先向吕雉诬告，颠倒黑白称刘辉因沉迷妇人而违背礼法，不顾宗庙社稷。吕雉本就对刘辉的反抗态度心存不满，当即以此为由，宣布废除赵国封地，将其收归朝廷。为了彻底断绝刘氏在赵国的影响，他还下令剥夺刘辉后代的王位继承权，用最决绝的方式将赵氏封国从刘氏宗室的版图中抹去。赵王刘辉的自杀并未让吕雉对刘氏宗室的压制有所收敛，他的目光很快转向了远在北方的燕国。刘邦的第八子燕王刘建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儿子。按照宗室继承制度，这个孩子本应承袭燕王之位，维系刘氏在燕国的统治。可吕雉却忧心忡忡，他担心这个孩子长大后会凭借燕王的身份，成为威胁吕氏利益的隐患。为了永绝后患，吕雉毫不犹豫地派人将刘建的幼子秘密杀死，让刘建一脉彻底绝嗣。随后他便将燕国的封地给了自己的侄孙吕通，将燕国的控制权牢牢纳入吕氏家族手中。短短数年之间，刘邦的儿子们接连遭遇厄运，刘如意被毒杀，刘友被囚禁饿死，刘辉被逼自杀，连刘建的幼子也难逃灭口之灾。刘氏宗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吕氏专权的阴影笼罩在所有刘氏子弟心头。在这场针对刘氏宗室的清洗中，并非所有刘邦之子都难逃劫难。刘邦的第四子代王刘恒，因早年便深知吕雉的狠毒，始终保持着低调与谨慎。此前吕雉曾有意将他改封为赵王，而因在此之前几任赵王皆死于非命，赵王之位已成危位。刘恒敏锐地察觉到危险，立即以代国地处边境，匈奴时常侵扰，需要亲自镇守边疆，保卫大汉国土为由，婉言拒绝了改封的旨意，坚持留在代国。正是这份隐忍与清醒，让他避开了吕雉的直接针对，得以保全性命与封国。而刘邦的第七子淮南王刘长，则因特殊的身世得以幸免。刘长早年丧母，自小便由吕雉抚养长大，或许是出于养育之情，吕雉对他多有照顾，从未将他视为威胁，因此刘长在吕氏专权期间，始终未被卷入宗室迫害的风波中，成为不多未受冲击的刘氏子弟之一。然而，这位在权力斗争中展现出冷酷无情一面的统治者，在面向整个帝国推行国策时，却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务实与远见。当他将目光从血腥的宫廷倾轧转向广袤的天下苍生，其施政纲领的核心便从巩固个人权威，转向了如何让这个饱经战火的王朝恢复生机。在政治与法律层面，吕雉深知秦代苛政是王朝覆灭的根源，上台后率先废除三族罪与妖言令，前者一人犯罪株连三族，曾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后者禁绝民间议论朝政，连私下抱怨都可能获罪，严重压制言论。两项法令的废除，大幅减轻了刑罚残酷性，让百姓不再因小事招致灭顶之灾。他还颁布赎罪法，允许百姓以粮食、钱财或徭役抵罪，给了普通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他废除秦朝邪书律，这项法令禁止民间收藏医药、卜筮、农学之外的书籍，违者重罚，导致秦末战乱后大量典籍失传，文化传承几近中断。禁令解除后，百姓可自由收藏、传播各类典籍，儒家、法家等典籍也重见天日，不仅推动文化复苏，更为汉初百家复苏的思想局面提供关键支持。经济领域是吕雉施政的重要支柱，
他既重农固本，又适度宽商。农业上，他延续刘邦重农政策。公元前191年，下令各郡国选拔孝悌力田者，免除其徭役，以荣誉与实际利益结合，既弘扬伦理，又调动百姓耕作积极性。他还将田租从刘邦时期的10税一降至15税1，以一户年产100担粮食计算，农民此前需缴10担，调整后仅缴6担多，剩余粮食足够支撑家庭开支，还能留存种子备来年耕作，进一步稳固了农业根基。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吕雉敏锐察觉商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着手调整刘邦时期的严苛役商令。刘邦曾规定商人不得依私乘车，缴双倍赋税，甚至商人后代不得为官，虽短期遏制商人势力，却也导致商品流通不畅，关中粮食无法及时运往关东缺粮地区，关东海盐、鱼鲜难入内地，百姓生活受影响。吕雉以天下初定，民生待兴为由，保留商人后代不得为官的要求，却解除了经济与身份限制，允许商人正常经营，不缴双倍税，还可穿丝绸、乘马车，打破对商人的羞辱。这一调整让商业重新活跃。他还特意在长安建西市，与原有东市构成商业中心，内设市属规范交易，制定明码标价、禁止囤积居奇等规则，让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全国商业枢纽，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逐渐形成，为后来长安成为丝绸之路起点奠定基础。不过，吕雉的经济政策也存在明显矛盾与时代局限。最典型的是货币改革。公元前186年，他推行8铢钱，替代刘邦时期轻薄、含铜量低的夹钱。当时夹钱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百姓难以承受。8铢钱的重量与含铜量翻倍，短期确实稳定了物价与货币信任度，但西汉初年中央掌控的铜矿有限，8铢钱因耗铜量大很快供不应求，反而催生钱重而物贱的问题。农民卖粮得钱减少，商人也因担心商品滞销，不愿扩大经营。公元前182年，他改行5铢钱，试图折中平衡，却仍因中央铸币不足，地方诸侯王与富商私铸泛滥，导致市场货币种类繁杂，成色参差，货币制度再度混乱。更严重的是，中央控制区的资本为追求私铸利润，纷纷逃往有铜矿的诸侯国，既增强了诸侯经济实力，又加剧中央与地方权力失衡，为日后吴楚七国之乱埋下经济隐患。为缓解财政压力，吕雉还在公元前189年推行卖官鬻爵，允许百姓以钱财或粮食买爵。当时长安扩建，边境防御需大量资金，加上秦末战乱后人口锐减，赋税不足，中央财政常陷入国库空虚、无钱养兵的困境。这项政策短期积累了财富，据《汉书·识货志》记载，中央获得的粮食足以支撑数年，在边境防御与灾害救济中发挥作用。但长远来看，负面影响深远。富商通过买爵获得免徭役、减刑罚等特权，甚至勾结地方官员垄断盐铁、粮食交易，压榨百姓。部分官员为求更高爵位贪污受贿，污染官场风气，更打破了军功授爵和察举选官的传统路径，让无才无德的富商进入统治阶层，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却因没钱买爵难出头，既损害统治集团人才基础，又加剧社会矛盾，为后来的政治危机留下隐患。人口问题也是吕雉治理的重点。秦末战乱让全国人口锐减40%，劳动力短缺导致大量土地荒芜，兵源不足，
甚至影响边境防御。为快速增人口，他颁布政策，规定15岁到30岁的适龄女子不得单身，必须嫁出去，否则政府要征收5倍的人头税。这一经济惩罚手段，倒逼女子早婚生子，短期确实推动人口增长。到汉文帝时期，全国人口恢复至1500万，为文景之治提供了人力支撑。但弊端也随之显现，贫困家庭为避税，常将13、14岁的女儿匆忙婚配，更有极端贫困者选择杀害女婴，既损害女性权益，也因早婚导致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间接影响人口素质，暴露了古代统治者忽视个体权益、依赖强制手段的局限。在经济政策之外，吕雉执政期间的民族与外交事务同样面临挑战。当时西汉周边有北方匈奴、南方南越、东北魏氏朝鲜3大势力，其中匈奴威胁最紧迫。自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后，汉朝虽与匈奴达成和亲协议，却仍时常遭其南下寇边，掠夺财物人口。面对这一局面，吕雉延续刘邦和亲国策，选择以和平方式避免大规模冲突，这既是汉初国力有限的现实选择，也尽显他务实的执政风格。公元前192年，匈奴冒都单于的胭脂去世，一场外交风波突然爆发。冒都单于派遣使者给吕雉送来一封言辞极具挑衅性的国书，其核心内容竟是向这位西汉太后直接求婚，言语粗鄙，充满轻侮。表面上看，这是冒都以孤独君主的身份向同样独居的吕雉提出互通有无的提议，实则是基于汉匈实力对比的政治试探。自白登之围后，匈奴深知汉朝国力虚弱，便借胭脂去世之机，以近乎羞辱的方式测试吕雉政权的反应。若汉朝震怒出兵，匈奴可借势南下，掠夺更多资源；若汉朝妥协，则可进一步索取财物与和亲公主。本质上是对西汉王朝的公然挑衅。吕雉看完国书后勃然大怒，当即召集丞相陈平、太尉樊哙、中郎将季布等核心大臣，提出要斩杀匈奴使者，出兵讨伐匈奴的想法。樊哙身为武将，当即附和，主张立刻发动战争，洗刷耻辱。朝中不少武将也纷纷响应，朝堂上主战情绪一度高涨。就在此时，中郎将季布却站出来泼了冷水。他冷静指出，高帝当年率领32万大军征讨匈奴，却在平城被围困7天7夜，险些丧命，最终不得不实行和亲。如今汉朝刚从战乱中恢复，田园尚未完全重建，军队也未经过充分休整，战斗力远不及匈奴。若此时开战，不仅可能重蹈白登之围的覆辙，更会让刚刚稳定的汉朝再次陷入战火，百姓将再次流离失所。这既不利于国家稳定，更会动摇统治根基。季布的话让吕雉迅速冷静下来，他深知愤怒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此时的国力确实不具备与匈奴正面抗衡的资本。匈奴空闲之士30余万，骑兵机动性极强，而汉朝军队以步兵为主，且缺乏优质战马。同时，国内诸侯王势力尚未完全驯服，若朝廷将主力军队调往边境，可能引发国内叛乱。最终，他放弃了出兵的念头，采纳季布的建议，继续坚持和亲政策，以隐忍换取和平。为了缓和局势，吕雉派大业者张泽出使匈奴，带去一封措辞谦卑的回信。信中，吕雉以年老体衰、容貌衰退为由，婉拒冒都的无理要求，同时送上2辆御车、8匹骏马作为礼物，用低姿态换取和平。这一决策绝非懦弱的妥协，
而是统治者基于国力的轻省判断。彼时西汉历经秦末战乱与楚汉之争，社会经济凋敝，军力疲惫，若强行与匈奴开战，很可能陷入内有诸侯叛乱，外有匈奴寇边的双重危机。吕雉的理性克制与他处理内政时的果决狠戾形成鲜明对比，但二者的核心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这种忍辱负重为汉朝赢得了近1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在这10年里，汉朝推行休养生息国策，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人口稳步增长，国力慢慢积累，到文帝时期已能发车千乘，骑兵10万抵御匈奴。可见吕雉的外交决策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冒都单于收到回信后，意识到自己此前的做法过于失礼，也担心过度逼迫会引发汉朝反弹。毕竟匈奴也需要汉朝的丝绸、粮食、铁器等物资，若双方彻底决裂，匈奴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于是他派遣使者前往长安道歉，并献上数十匹良马，继续维持和亲关系。但和平的表象下，匈奴的袭扰并未停止。公元前182年4月，匈奴寇掠狄道，经甘肃临洮，攻打阿阳县，经甘肃天水附近，掠夺百姓数千人。次年冬天12月，匈奴再次入侵狄道，掠走百姓2000余人。此外，陇西地区在吕雉执政期间还曾3次被匈奴围困，匈奴军队在当地攻城屠役，掠夺畜产，残杀戾族，导致民气颇伤，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匈奴的持续骚扰，吕雉虽愤怒，却无力改变现状。汉朝国力的限制让他始终无法采取有效的军事反击，只能派遣军队在边境进行被动防御，修建堡垒，囤积粮草，在匈奴入侵时组织百姓转移，尽量减少损失。这一无奈的现实也深刻反映了汉朝在与匈奴的对抗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客观处境。相较于对匈奴的隐忍妥协，吕雉处理南越问题时态度截然不同。他采取强硬政策，最终打破汉越和平局面，引发军事冲突。南越国是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地方政权，疆域覆盖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是南方重要势力。刘邦在位时，派使者陆贾说服赵佗归附，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成为汉朝藩属国，南方局势稳定。但这一和平在吕雉执政时被打破。公元前183年，吕雉采纳建议，对南越实施严苛贸易制裁。吕雉此举本是为防范南越扩张，却严重损害南越核心利益。随后，赵佗不再承认汉朝宗主权，自立为南越武帝，出兵攻打长沙国边境，击溃多个县的兵力，掠夺数千人口与大量财物，汉越关系彻底破裂。吕雉立即任命周造率领5万大军南下讨伐，但战事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当时正值夏季，南方湿热难耐，北方汉军士兵多染疟疾、霍乱，死亡率超30%，讨伐行动停滞。直到公元前180年，吕雉去世，新即位的汉文帝主张休养生息，下令罢兵。赵佗见汉朝无力南下，愈发肆无忌惮，他率军扩张，使南越疆域东西绵延万余里，公然与西汉分庭抗礼。直至汉文帝重启和平外交，再派陆贾出使南越，陈述利弊后，赵佗才取消帝号，重新归附。而对待朝鲜事务，吕雉则选择宽松妥协，核心是承认魏满在朝鲜的统治，以换东北边境稳定。吕雉执政期间，西汉辽东太守主动与魏满订约，魏满作为汉朝外臣，
需统领辽东塞外蛮夷部落，阻止其南下寇边，同时保障蛮夷军长赴长安朝见的通道。汉朝批准此约，正式承认魏蛮统治合法性，默许其自称朝鲜王。吕雉这一决策颇具务实考量，汉初东北边境相对平静，魏氏朝鲜可作为缓冲地带，借助魏满牵制蛮夷部落，减少边境袭扰。但这一政策也埋下隐患。魏满凭借汉朝外臣身份与汉朝兵威，不断征服周边部落，疆域扩展至朝鲜半岛中部，成为地方数千里的强国，人口达数十万，具备与汉朝抗衡的实力。随着实力增强，魏满及其后代逐渐违背盟约。到魏满孙子魏右曲统治时，魏氏朝鲜不仅收留大量汉朝逃亡人口，魏右曲本人也从未入朝觐见，还阻止甄藩、陈国等小国赴长安朝见，试图垄断与汉朝的外交权，将这些小国纳入自己势力范围。这些行为严重损害汉朝利益。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强盛，派使者要求魏右曲遵守盟约遭拒后，出兵讨伐。经过1年多战争，汉朝消灭魏氏朝鲜，在朝鲜半岛北部设乐浪、临屯、玄图、甄藩4郡，将其纳入直接管辖。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吕雉对魏氏朝鲜的宽松妥协，虽短期稳定边境，却因缺乏长远规划，为日后冲突埋下伏笔。随着执政后期内外矛盾的交织，吕雉的身体也逐渐走向衰退。公元前180年3月，他前往长安城外的渭水之滨祭祀水神，路途中意外发生，一头形似苍狗的动物突然从路边草丛中冲出，猛地扑向他的腋下，随后瞬间消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这次遭遇让吕雉大惊失色，回宫后腋下便开始隐隐作痛，且疼痛日渐加剧，难以忍受。他当即派人找来占卜师占卜，占卜师观察卦象后称，这是赵王刘如意的鬼魂前来复仇。刘如意被毒杀后，民间一直流传其怨气不散的说法，百姓多同情刘如意的遭遇。占卜师的解读更让吕雉心生恐惧，精神愈发紧张。此后，吕雉的腋下伤痛愈发严重，身体也随之迅速衰弱。到了同年7月，吕雉已病入膏肓，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但即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最牵挂的仍不是自己的身后事，而是吕氏家族的安危。他清楚，自己之所以能掌控朝政，靠的是皇太后的身份与多年积累的权威。一旦自己离世，年幼的后少帝刘弘无法掌控局面，刘氏宗室与开国大臣必定会借机清算吕氏，多年经营的权力格局将面临崩塌，吕氏家族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因此，吕雉在临终前强撑着病体，对吕氏子弟做出了最后的权力部署。他任命侄子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京城的北军。北军是西汉长安的核心军事力量之一，负责守卫京城北部区域，包括皇宫北部、都城城墙及周边重要据点，兵力约5万人，装备精良，是掌控京城局势的关键。同时任命另一位侄子吕产为相国，兼任南军统领。南军直接负责守卫皇宫与京城南部，兵力约2万人，承担着保护皇帝及皇室成员安全的重任，是皇室安全的最后屏障。安排完军权后，吕雉特意召来吕禄与吕产，在病榻前郑重告诫二人，一定要牢牢掌控手中的军队，严守宫殿与军营，千万不要离开皇宫为我送葬。一旦离开军营与宫廷，就会给对手可乘之机，不仅会失去权力，整个吕氏家族都将难逃诛杀之祸。
这番叮嘱，既是他对吕氏子弟的最后嘱托，也道尽了他对身后权力斗争的深深担忧。他一生都在权力漩涡中挣扎，即便临终，也未能摆脱对家族命运的焦虑。公元前180年7月，吕雉在未央宫病逝，享年约62岁。按照他的遗愿，遗体与刘邦合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这座陵墓是刘邦即位后下令修建的，规模宏大，封土高达30余米，象征着西汉开国皇帝的权威。吕雉与刘邦合葬，也标志着他作为开国皇后的正统地位，是对他一生政治地位的最终确认。为稳固身后权力格局，吕雉还留下遗诏，赐给各诸侯黄金1000斤，各级官吏均按官阶等级赐予黄金，同时下令大赦天下。通过赏赐与大赦的组合，既能收买人心，安抚朝臣与诸侯，减少他们对吕氏政权的抵触，又能展现吕氏政权的宽仁，为吕产、吕禄等人掌控朝政创造有利环境，试图让吕氏权力平稳过渡。吕雉的离世为他15年的执政生涯画上了句号，却也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瞬间引爆了西汉统治集团内部刘氏宗室与吕氏家族的矛盾。吕雉死后，吕氏子弟虽掌控朝政，手握军权，却因缺乏他的威慑力与决断力，虽有作乱自立之心，又忌惮刘邦旧臣周勃、灌婴等人的威望与实力，始终不敢贸然行动，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此时，朱虚侯刘璋的妻子身为吕禄之女，偶然得知吕氏家族的谋反计划，既担心阴谋败露后自身受牵连，又不愿卷入这场灭顶之灾，便暗中将消息告知丈夫刘璋。刘璋深知事态紧急，立即派人通报远在齐国的兄长齐王刘襄，劝其起兵讨伐诸吕。刘襄得信后，迅速以诛灭吕氏、安定刘氏为名，在齐国起兵，率军西进，直指长安。长安城内，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早已对吕氏专权不满，见状立即响应。周勃先是智取北军兵权，号令将士为刘氏者弹左，凝聚军心，随后与陈平联手控制京城局势。在内外夹击下，刘氏诸王纷纷起兵响应，吕氏集团瞬间崩溃。吕产、吕禄等核心人物先后被杀，吕氏一族无论男女老幼皆遭清算。这场持续数月的刘氏与吕氏权力之争，最终以刘氏皇族集团的彻底胜利落幕，西汉政权重新回到刘氏手中。吕雉的执政生涯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长卷，其间既有令人触目惊心的血腥图景，也不乏励精图治的清明气象。这位中国历史上首位真正执掌帝国权柄的女性统治者，以其复杂多面的政治实践，在2000年的历史叙事中引发了绵延不绝的争议。她的形象在毒妇与政治家之间摇摆，在暴君与民主之间游走，这种评价的两极分化，恰恰折射出历史认知本身的复杂性。若以治理成效而论，吕雉确实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在刘邦去世后，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他以铁腕稳定了动荡的政局，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内乱。他废除秦朝遗留的苛法，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历经战乱的社会得以恢复生机。太史公司马迁正不出防护，天下晏然的评价，客观地肯定了他执政期间的社会稳定局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他降低赋税，鼓励农耕，适度放宽商业限制的措施，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外交上，他面对匈奴的挑衅时保持克制，以暂时的隐忍为汉朝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这些政绩表明，
他并非仅知争权夺利的庸碌之辈，而是具备长远眼光和治国才能的政治家。然而，吕雉的历史形象之所以在后世备受争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对政敌的处置手段确实突破了人性的底线。人质事件不仅在当时震惊朝野，更成为后世史书不断渲染的暴行典范。这种极端残忍的行为固然可以理解为政治威慑的需要，但其本身已经逾越了政治斗争的伦理边界。其次，他大力扶植吕氏家族，分封诸吕为王，这不仅违背了刘邦非刘氏不王的政治遗嘱，也触动了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的根本利益。在他去世后，吕氏家族的迅速覆灭，本身就说明了这一政策的失败。更深层次的看，吕雉背负的骂名还与古代社会的性别观念密切相关。在儒家伦理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中，女性参政本身就被视为牝鸡司晨的异常现象。男性史家在记述历史时，往往不自觉地带着性别偏见，将女性统治者的过失放大，而将其功绩轻描淡写。同样的政治行为，若出自男性君主，可能被视为果敢英明，而出自女性统治者，则易被斥为狠毒暴虐。这种叙事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吕雉的认知。历代史家对吕雉的评价也因时代价值观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差异。司马迁在《史记》中虽记载其暴行，却仍将其列入本纪，承认其实际统治地位。这种相对客观的态度反映了汉代史学的包容性。班固在《汉书》中则更多强调其牝鸡司晨的负面形象，这种评价标准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至宋代，随着理学的兴起，对吕雉的评价更趋严苛，朱熹吕后之恶，古今罕酬的论断，完全从道德层面否定了其政治贡献。而明代思想家李治，吕后虽暴，实成高帝之业，安刘氏之天下的评价，则显得更为公允全面。从权力运作的视角审视，吕雉的执政困境实际上反映了女性统治者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两难处境。作为女性，她缺乏天然的政治合法性，不得不依靠极端手段确立权威；作为统治者，她又必须在男权社会的规则中寻求平衡。她对吕氏家族的倚重，既是对自身权力基础的巩固，也是在男性主导的政治体系中寻求支撑的无奈选择。这种结构性困境，在她之后的女性统治者身上一再重现，构成了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吕雉的历史遗产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她以自身的政治实践打破了女性不能执政的禁忌，为后世的女主政治开辟了先例。从北魏冯太后到唐代武则天，这些女性统治者的出现，都与吕雉开创的传统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另一方面，她的失败也警示后人，在任何时代，权力的运作都必须尊重特定的政治伦理和制度约束。她去世后，吕氏家族的悲剧结局，说明任何试图通过家族垄断来维系个人权利的做法，都难以获得持久的政治认同。当我们今天重新评价吕雉时，应当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分法，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她面临的困境与抉择。她的执政生涯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她的成功与失败，她的智慧与局限，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史上一个独特而深刻的篇章。在这个意义上，对吕雉的评价永远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而这种评价本身就成为了一面映照历史认知复杂性的镜子。
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